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van。由于最近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关系，许多人每天都必须要戴着口罩，于是口罩衍生出许多的皮肤问题，就因此诞生了。其中呢，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属于口罩痘以及口罩皮肤炎这一类的。主要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口罩里面会把湿气以及温度都闷在里面，以及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口罩会造成肌肤的摩擦。这些因素呢，除了会增加我们肌肤的出油以外，也会加速发炎反应。因此，它像是粉刺、痘痘，或者是一些毛囊炎以及酒糟或者是湿疹等等的问题，都会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。所以今天呢，身为一个口罩控的我，就来分享一下，平常我长时间戴口罩，我是怎么防止这些口罩型的痘痘以及口罩皮肤炎的产生。首先第一点呢，从保养的观点来看呢，首重清爽、舒缓以及干净。如果呢，今天我知道我出门一定会戴口罩的话，那么我早上的保养程序我就会做得比平常更清爽一阶。比如说，如果这个季节我平常是使用乳霜了的话，我就会改成使用清爽型的乳液；而如果这个季节我平常使用的是清爽型的乳液了的话，我就会改成使用精华液就好。由于口罩的本身就已经有锁水的能力了，它会把湿度以及温度锁在这个区域里面，所以呢，这一个区块的锁水保养品，切记就不要再上的跟平常一样了，而是要以更清爽为原则。而保养品的成分尽量以舒缓为主，像是例如一些尿囊素或者是甘草酸，以及一些菊科萃取，又或者呢是挑选一些含有酸类的成分保养，比如像是水杨酸，因为水杨酸呢是阿司匹林的前驱物，所以它本身就具有一些抗发炎的作用。那它对我们的出油呢，以及粉刺、痘痘等发炎反应呢，都还是有一些效果的。另外呢，则是可以借由一些药物去做搭配，像是水杨酸A 酸或者是杜鹃花酸等等的。至于其中哪一种适合你的肌肤的需求，你就应该要去询问你的皮肤科医师，让他们针对你的肌肤状况给建议喽。而第二点要注意到的呢，则是口罩的区块不要再擦防晒乳了，因为防晒乳的成分大多来讲是属于比较复杂而且偏油的，那么就会比较容易在口罩的区域产生粉刺的问题。况且你戴着口罩的时候根本晒不到太阳，所以在这个区块其实完全没有使用防晒乳的必要，只是徒增你肌肤的负担罢了。而既然连防晒都不需要了，那么聪明的你一定也知道，就是不要再化妆了。像我自己如果戴口罩出门了的话，顶多就是画一个眉毛，这样戴着口罩的时候也会显得比较有精神一点。而至于底妆的部分，反正都被口罩遮住了，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需要。而接下来呢，则是出门的时候所要注意的部分啦。如果你在外面戴着口罩的话，有一点要注意，那就是少讲话。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喷出来的口水会大幅的增加我们口罩内的湿度、温度以及细菌数。若是一整天让这些口水粘在这个口罩表面，又贴合着我们的肌肤了的话，那真的是很难不发炎了。所以因此记住，想要少发炎，尽量少发炎。而在外面呢，也要减少一些会让心跳加速的大动作运动，比如说像是跑步这一类的。因为我们流汗了的话，也会增加口罩内的风险。由于我们的汗水是会让我们的肌肤产生过敏及刺激的哦。而再来第5点，则是回到家之后，记得立刻做脸部的清洁，把那些因为口水汗水细菌以及出油所引起的脏污赶快洗掉，并且洗完之后，如果发现你的脸上有出现一些些微的发炎反应了的话，可以参考我的敏感 SOP 做一些急救的处理。当然，如果你发现过敏跟发炎的情形太严重了的话，不要怀疑，立刻去看皮肤科医师。而最后一点呢，要补充一下口罩在挑选上面的知识。如果呢你平常戴口罩已经有一些皮肤问题了，那么切记不要再戴 N95 口罩了，因为 N95 口罩比起这种一般的外科医疗口罩来讲，它更硬，而且呢更闷，所以它在我们的肌肤上面造成的摩擦等等的问题都会更严重。而在挑选这种外科医疗口罩的时候，也要注意它的内层，要挑选那个平滑表面，然后没有什么毛屑，不然有一些做工很差的这种内层的毛屑，会让你在戴的时候引起更多的过敏。还有口罩切记大概4到8个小时就要做更换，不然里面的细菌以及等等的脏污都会让你的皮肤炎加剧。最少你也应该要每天做更换的动作。还有就是这种冠状病毒
毒以飞沫传染的情形之下，如果你外出的时候，你发现你要去的地方身边3公尺以内都没有什么人，其实呢是可以不用戴着口罩的，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早上去健身房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，2、3只小猫而已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就不会戴着口罩。可是手呢跟身体接触到的东西一样都要切记消毒，这一点绝对比戴口罩来得更重要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和4位医师共同完成补充的资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但不管你们喜不喜欢，相信对你们都一定是有帮助的。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的频道。我是 Ivan， 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又有花絮？没有，没有花絮，还在等。好，给你们个总结看看吧。好啦，真的没有了啦。还想要看什么的话，去点一下旁边的影片，自己看一下哈。拜拜。